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在全球投资者的视野中，日本市场向来是一头沉睡且难以预测的巨兽，但就在最近，这头巨兽似乎正在被一种名为高市经济学的政策强力唤醒。如果你现在还在用过去10年的逻辑来看待日元和日债，那么摩根大通的最新报告可能会让你出一身冷汗。想象一下，一个管理着近300兆日元、全球规模最大的退休基金 JPIF， 如果它突然改变了过去几十年追逐全球风险资产的风格，转而将超过18兆日元的巨资砸回国内债券市场，这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这究竟是一场为了支撑财政、平抑利率的救市行动，还是一场针对空头的资金诱杀？目前市场正处于高度矛盾的节点。一方面，投资人压住日本央行升息，推升日债利率，压低日元；另一方面，摩根大通指出，日本政府可能重启安倍模式，透过与 GPIF 合作扭转市场预期。摩根大通的核心观点是，高市内阁正在推动大规模财政扩张，计划至2040年带动370兆日元公司投资。这虽可能推高利率与日元压力，但政府可能透过 GPIF 调整资产配置，吸收部分市场冲击。若此策略成真，目前市场基于日元贬值、日债失控的交易逻辑可能面临重新修正。摩根大通认为，高市内阁正在重启政府与 GPIF 协作模式。随着日本长期利率升至30年高点，政府为避免财政刺激拖累债市，可能要求 GPIF 提高国内资产配置。目前 GPIF 管理约300兆日元资产，若将国内债券比例提高至政策上限，潜在资金流入规模可能达18兆日元。这不只是投资调整，更代表日本政策方向转变。透过国内巨量资金同时稳定利率与支撑日元。摩根大通指出，日本政府近期多次释出讯号，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五月以及厚生劳动大臣上野全一郎等官员都支持 GPIF 增加国内资产投资。这种跨部会一致表态被市场视为政策铺路，市场也出现实际迹象。摩根大通引用日经报道指出，7月日债标售中疑似出现大型买家，使10年期日债殖利率由高点回落。另一方面， GPIF 截至2026年3月底的配置显示，国内债券比重升至 26.91%， 国内股票降至 23.81%， 已偏离原先 25% 标准配置。不过 GPIF 的资金调整也存在限制。摩根大通指出， GPIF 很难大规模出售美债，因为美债占其海外债券比重约一半，且涉及美日战略关系。因此，如果要筹措18兆日元回流日本，资金来源可能主要来自外国股票或日本股票减持。摩根大通提出2种情境：第一， GPIF 增加日本国债配置，目标是压低利率，可能减少国内股票比例；第二， GPIF 同时增加日本债券与股票配置，提高日元资产比重。若此情境发生，日元资产超配规模可能达12兆日元，对日元支撑效果可能比传统外汇干预更持久。华瑞认为，这代表日本政策正在从单纯货币政策转向财政加资产配置的综合干预模式。 GPIF 可能被赋予更高灵活性，在不明显干预市场的情况下稳定债市与汇率。若摩根大通预测成真，投资人需重新评估资产配置。首先，日本银行业可能受益，若长期利率升势受到控制，殖利率曲线稳定，银行债券投资与放贷收益将改善。过去市场担心利率失控拖累银行的风险也可能降低。其次，日元空头交易需更加谨慎。若 GPIF 增加日元资产配置，将形成类似影子干预力量，即使日元测试165到170区间，市场也不能忽视巨量资金回流的可能。最后， GPIF 减持日股不代表日本股市必然下跌。过去 GPIF 卖出大量日股期间，东证指数仍维持强势，显示企业获利改善、公司治理改革与个人资金流入已成为日股的重要支撑。总结而言，摩根大通认为日本正在打造安倍模式 2.0， 透过财政扩张刺激成长，再利用 GPIF 这个全球最大资金池稳定市场。18兆日元的资金移动不只是资产配置调整，更代表日本市场定价逻辑正在改变。未来日元走势可能不再只是由美日利差决定，而将受到政策力量与资金流向主导。对投资人而言，
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日元继续贬值，而是市场忽略政策转向后，交易方向突然反转。华瑞认为，在未来的日本市场，我们不应只盯着日本央行的 EC 会议，更要盯紧 GPIF 的每一份季度报告，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这股隐形的力量可能比央行的利率决议更具有决定性。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